你们有没有在生活里发现过这样一个怪现象？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吃了秤砣似的苦，命比黄连还苦3分，可偏偏就是他能在最要命的关口，像有神佛护着一样，鬼使神差地躲过一劫。而那些一辈子顺风顺水的人，稍微遇着点风浪，哗啦一下说垮就垮了。这事儿啊，你翻遍了世间的道理，也找不着一个圆满的解释。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这不是什么偶然的运气，也不是谁的命格外硬，这个秘密就藏在你吃过的那些苦里头，你受过的每一次委屈，咽下的每一口苦水，扛过去的每一个坎儿，都不是白费的。他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地为你磨出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说它是光也好，说它是气也罢，总归是一种能护着你，保着你的无形力量。你这一生吃过大苦，受过重创，可你终究还是平平安安地坐到了这里，听我这个老太太唠叨。这就是因为你身后带着这道光啊，这道光是老天爷给你的印记，是你用血泪和坚韧换来的勋章，它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有它的物理表现，有它的运作规律。佛法里常讲烦恼即菩提，可这话太高深，我今天不讲那些玄的，我就用咱们听得懂的大白话，把这道光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在你命格里头替你挡灾替你纳福的，一层一层的给你拨开看。听完了今天的这一讲，你就全明白了，你过去流过的泪，操过的心，都不是白受的，那都是老天爷在给你做一场无比公道的能量结算。你也就知道往后余生该如何守住这道光，让它变得更亮，真正护住你自己的晚年圆满。你先仔细回想一下，在你身边或者就是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用常理说不通的怪事？我先说个真事，有位老人家手腕上戴了几十年的玉镯子，那镯子陪他风里来雨里去，比亲儿子还贴身。结果有一天，他好端端的在家里走着，脚下也没拌蒜，那镯子却自个儿啪一声碎成了几节，可他的手腕连个红印子都没留下。他当时吓得够呛，心里直犯嘀咕，可没多久他才回过味儿来。原来那阵子他命里本该有场血光之灾，这镯子是替他挡了，这在咱们看来就是有形之物替你画了无形的劫。它就像一张收据，告诉你一场看不见的因果清算已经在你的肉身之外悄悄地给你结清了。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第一层道理。你现在吃的每一分苦，如果觉得这几年财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身体也总是小病小痛不断，身边还有人背叛你算计你，你千万别急着怨天怨地，抱怨自己命不好。你呀，得换个念头想，你这个念头一转，坏事就变成了天大的好事。你该跪下来谢恩啊，老朋友们。为什么？因为这恰恰说明你命格里头那个原本足以让你家破人亡，甚至一命呜呼的弥天大祸，已经被老天爷用大慈悲大手段强行给你拆解成了
这些0、7、8岁的苦难，这叫什么？这叫重罪轻报。你要明白，业力这种东西就像一笔驴打滚的高利贷，如果它一次性到期，连本带利要你偿还，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彻底底的毁灭。但万幸啊，因为你骨子里头还有一份善良，或者你祖上积攒的福德还在护着你，这个天地间运行的法则就会启动一套保护机制，它把你那股毁灭性的巨大的负能量给化整为零了。所以你看，你今天丢了一笔钱，别哭了，那是在消你的血光之灾。你被小人在背后捅了一刀，也别恨得咬牙切齿，那是在替你挡掉一场更大的牢狱之祸，或是无妄之灾。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用一份零碎的苦去对冲掉一份足以让你灰飞烟灭的因果债务，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你赚了啊！这就是天命护体的第一层逻辑，也是你那道光在物理现实里给你打下的第一个烙印。它告诉你，别怕受苦，受苦是你正在被保护着的证明。那么讲完了苦难是怎么被拆解的，咱们再来看看这道护体的光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到底会显出什么样的迹象。你对照一下自己，看我说的准不准。你是不是发现随着年岁长了，特别是经历过几场大的人情冷暖之后，你这人好像变得越来越冷了。我说的这个冷烧可不是让你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而是一种极其强大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定力磁场。以前啊，旁人一句闲言碎语能让你气得3天3夜睡不着觉，心里翻来覆去的琢磨。可现在呢，再有人在你面前搬弄是非，或者故意挑衅、无理取闹，你竟然能像看戏一样，心里头连一点波澜都不起。你是不是也这样？这就是你身后的那道光，在物理层面给你撑起的第一把保护伞。在修行里头，这叫6根开始屏蔽，老天爷知道你接下来要承载更大的福报，所以提前帮你把那些低频的乱七八糟的连接都给你切断了。你仔细想想，那些以前总爱消耗你的人，那些爱嚼舌根的所谓朋友，还有那些一门心思只想占你便宜的亲戚，是不是慢慢的自动的就从你的生命里头消失了？这个过程你会感到孤独，我懂，但请你一定要看透，这份孤独不是你被抛弃了，而是你的磁场被清理干净的信号。这道光就像一个透明的防护罩，把你的生命频率提得极高，高到那些低级的倒霉事、琐碎的破事根本没法跟你产生共振。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前些年有位退休的女教师，我们都叫她慧姨。她这一辈子用世间人的眼光看，那真是泡在苦水里头的人到中年，好不容易拉扯大的独生子，在一场意外里头说没就没了。祸不单行，他的老伴受不了这个打击，一急之下脑溢血瘫在了床上。这往后的20年，整整20年啊，他就是一个人守着半死不活的老伴儿，擦身、喂饭、端屎端尿，那种日子你光是想想都觉得暗无天日，看不到一点亮光。
他当时也想过天是不是塌了，自己上辈子是不是造了什么孽。可他有个好处，就是心里头那点善念从来没断过。他伺候老伴尽心尽力，出来进去，对邻里也是客客气气，从不怨天尤人。就这样一年一年地熬，后来他老伴安详地走了，他呢也从一个原本风风火火的人熬成了一身静气。我们这些旁观者都以为他会彻底垮掉，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独居以后非但没有变得凄惨，反而活得比谁都清静，比谁都安详。旁人那些闲话他听不见，儿女那些啃老攀比的糟心事也烦不到他头上。他每天就是看看书，浇浇花，虽然是一个人，但那种神清气爽的劲儿让多少儿孙满堂却一脑门子官司的人看了都羡慕。他的身体和心灵已经被那场长达20年的苦难段造成了一部最精密的过滤系统，这就是我说的生理屏蔽力。他经历过与至亲生离死别的巨大创伤，所以他对死亡、对无常有了比常人更深的理解，也就不再惧怕那些浮于表面的鸡毛蒜皮。他尝遍了被人冷眼求助无门的滋味，所以他对人心有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谁是真善，谁是伪善，他不用脑子想，身体就知道了。他的传感器被苦难这把火彻底重塑过，变得异常灵敏。那种想占他便宜的、想消耗他的人还没到他跟前，他身上那股静气自然就把他们给弹开了。这就是他身后的那道光在帮他过滤灾难。而那些一辈子顺风顺水，没经历过什么大波折的人呢，他们看着是命好，可为什么一遇到点事就彻底崩溃，甚至一蹶不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压力测试，他们的磁场是脆弱的、透明的，稍微一点外力就碎了。你呢？你不一样，你经历过风暴的洗礼，你的磁场已经被锻炼得像深紫色甚至金色的防护墙。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经历过背叛，所以你对虚伪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嗅觉。你经历过贫穷或重病，所以你对危机有种本能的预警。佛法里把这叫做逆增上缘。那些曾经想摧毁你的苦难，最后反过来都变成了你感知危险的雷达。讲到这儿，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做一件事，请你闭上眼睛，好好的回想一下，在你人生最痛苦、最想放弃的那段时光里，是不是总有一个声音，或者一个极其微弱的直觉，在最后关头死死地拉了你一把？那不是巧合，那正是你前世留下的隐形贵人，是你内在那个被苦难一点点唤醒的觉性，在强行干预你的因果线。这股力量才刚刚开始显现，它不仅能帮你屏蔽，更能主动替你拦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你计划的好好的，要去办一件顶要紧的事，或者去见一个非见不可的人，可就在临出门的当口，突然之间没来由的一阵心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或者胸口像
压了块石头，闷得你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毫无道理可言，甚至让你自己都觉得是不是年纪大了，太多疑了。结果呢，就因为这一阵不舒服，你耽搁了出门的时间，或者干脆就把行程取消了。结果后来你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你原本要走的那条路发生了连环车祸，或者你要去见的那个人根本就是个设好了圈套等着收割你的骗子。你说这是巧合吗？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在咱们这因果能量学的道理看来，这就是高频共振保护。你要晓得，这个世界上凡是那些灾难、暴力、骗局、病灶，这些东西它在能量层面上都属于极低频的震动，是浑浊的、下沉的。而你这个人呢，因为曾经在命运的熔炉里被千锤百炼，被大苦大难反复洗刷过，你的灵魂频率已经被强行拉高了，变得清亮向上。好了，当一团低频的要命的灾难能量试图靠近一个高频的清亮的生命体时，会产生什么现象？物理上的斥力，这股斥力反映在你的这个肉身上，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没来由的不安、心悸，甚至是晚上做梦给你的预警。这就是老天爷在帮你挡灾，他不是在天上挥一挥手，而是实实在在的通过你这具经过苦难洗礼后变得极其敏锐的肉身，直接在物理层面帮你把那个灾厄给拦在了门外头。这个就是你身后那道光给你设下的第二道保险。可是讲到这儿，很多老朋友们心里就要犯嘀咕了，既然老天爷这么护着我，为什么还让我落到这步田地？为什么我的日子还是这么冷清？身边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困在了一个地方，不上不下的，动弹不得？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更深的真相。如果你正处在这种状态，恭喜你，你不是被遗忘了，而是进入了天命的静默期。你要知道，一棵大树要往上疯长之前，它的根一定是拼命的往黑暗的泥土深处扎。你现在的静默就是在扎根。佛法里有个词叫真空生妙有，你那个杯子是满的，装满了隔夜茶，我怎么给你倒新茶？你只有空出来，最好的茶汤才能进去。你现在丢掉的那个你看中的职位，失去的那段你割舍不下的关系，甚至是被莫名其妙亏掉的钱财，你以为是损失？不是的，老朋友们，那是老天爷在帮你腾位置。你现在住的这个老房子里头塞满了陈旧发霉的杂物，就算老天爷想送你一套上好的红木家具，你倒是说说往哪儿放，根本塞不下。所以老天爷必须得先动手，把你那些腐朽的墙壁给拆了，把发霉的垃圾给清出去。这个过程当然痛苦，哪能没有灰尘，没有噪音，没有让你感觉孤立无援的时刻。但你一定要看透这层表象，那不是毁灭，那是重新装修之前必须经历的拆除。所以啊，你现在的孤独不是被抛弃，而是磁场清理完成的最后一步信号。那道光，它见证了你如何从废墟里头一砖一瓦的重新站起来，见证了你如何在最黑暗的时刻还死死守住心底的
那份善良。而这份被苦难淬炼过的觉性，会在最合适的时机为你带来你根本无法想象的转机。这份转机具体是什么？这背后的能量又是怎么运作的？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你不要觉得现在吃苦是老天爷在折磨你，不是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你命里的福报太大了，大到你原来的那个身板那个心量根本接不住。我给你打个比方，一个电路板它本来设计只能承受110伏的电压，你要是猛地给它通上220伏的电，结果是什么？是瞬间烧毁，火光四溅。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的福报很大，可他的心性还很脆弱，很浮躁，磁场里头充满了贪嗔痴的杂质，那么这份大福报对他来说不是好运，是催命符。所以老天爷让你在承接大福之前先去吃苦，那是在帮你做2件事。一个是清债，把你这辈子甚至累生累世欠下的那些能量的欠票先还一还。另一个是扩容，把你的心量撑大，把你的磁场练纯，让你这块电路板能承受得住那份厚重的福德。你现在受的每一分苦，都是在为你将来能稳稳地托住一份大圆满，打下最坚实的地基。这一场能量上的结算公平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讲个我亲身访过的真事。好多年前我遇到一位老人家，他这一生啊真是坎坷极了。年轻轻的时候妻子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好不容易把肚子拉扯大，人到中年，孩子又生了一场重病。那时候他觉得天都塌了，每天什么也做不了，就跪在佛前哭，问为什么。可他有个习惯，不管日子多难，心里头多苦，他从来没断过一件事，每天傍晚都要去给街角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施食。旁人看了都笑他，说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有闲心管这些畜生。他也不辩解，就这么默默地坚持了整整30年。后来呢，就在一场谁都没想到的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发生了一件怪事儿。连着好几天，他每晚都做同一个梦，梦见一只通体雪白的仙鹤，焦躁地在他窗前疯了似的用他那翅膀猛烈地拍打窗户，砰砰砰，一声比一声急，像是在催命，又像是在示警。他醒来之后，那个梦真实的吓人，让他心里非常不安。这种不安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害怕，而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要他立刻去把养老金全部取出来的冲动。他本不是个冒失的人，可这一次那个梦里的声音让他不敢不从，他就真的去银行，顶着别人不解的目光，把所有钱都取了出来。结果呢，风暴一来，身边那些搞投资的朋友赔得倾家荡产，哀鸿遍野，唯独他不仅毫发无伤，还用这笔钱在市场最低谷的时候为晚年置办下了一处安稳的房产。如今他的日子过得极其圆满清净。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个梦境拦截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不是的，那是他那30年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坚持施食所积累的善业，
在关键时刻转化成了一次清晰的预警。他早年受的那些苦丧期的痛，威尔操劳的忧，其实都是在磨掉他命格里头的骄奢与浮躁，磨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一个男人若不经历彻骨的丧妻之痛，怎会懂得珍惜眼前人？若不为病而长辩，求告无门的辛酸，他那颗心又怎会生出对世间弱小最真切的悲悯？正是这些苦难让他变成了一个能稳稳托住晚年大福报的法器，所以老天才敢把这份福给他，因为他接得住，也配得上。所以我亲爱的老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你现在坚持的那份微不足道的善良，更不要轻视了你此刻承受的每一份压力。你身后的那道光，它的源头其实是你前世善业在今生转化出的隐形贵人。这个贵人不是庙里的泥塑木雕，也不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神仙，而是你内心里头那个被苦难一次次唤醒的与天地同频的觉性。这股力量你抓不着也看不见，但它就在那里，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强行修改你的人生轨迹，拨乱反正。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看清了这道光的来龙去脉，也知道了这场因果结算的运作规律，可是我这个老太太知道，你们很多人在听的时候心里透亮，一转身回到家，看见那不争气的孩子，面对那甩不掉的病痛，或是想起那些陈年烂谷子的糟心事，那好不容易聚起来的一点清净心，哗啦一下又全散了。这道光最怕的不是外头的妖魔鬼怪，而是你自己心里的内耗。所以我就得教你们几手实在的功夫，怎么在日常里头把这束保命的光给锁住了，别让它漏掉。咱们先说第一件要紧事，别拿你的光去烧那些无谓的地狱之火。我告诉你一个很冷酷但极其有效的真相，你的孩子，你的伴侣，甚至是你现在这具时常闹毛病的身体，跟你是什么关系？他们其实都是你磁场的显像管，你心里头是安的，是静的，他们映射出来的状态就坏不到哪儿去。可你要是整天为了他们愁，为了他们气，把他们当成你生活的全部，你的心念就全跑到他们身上去了。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是在把老天爷好不容易帮你挡灾留下的一点光拿去给他们陪葬你想想看，你那个孩子他今生有他的业力要了，有他的苦要受，那些苦或许正是他需要经历的，压力泄放是他成长的养料，你强行介入，像老母鸡一样把它护在翅膀底下，非但帮不了他，反而会把自己的磁场搅得一团糟，把你自己那点纯净的光给弄脏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有时候你越操心，事情反而越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想要守住这道光的头一条，就是得学会闭循环修行。什么叫闭循环？就是学会放手，把那些投注在别人身上的过度的操心、焦虑、期盼通通给收回来。收回到哪里？收回到你自己的命格里来。你试试看，当你哪天真的放下不管了，
由它去了，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呼吸顺畅了，胸口不闷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因为你的能量不再是无谓地外泄了。这第二件功夫叫收割苦难。怎么个收割法？就是给你自己换一颗心，换一双看事的眼睛，以后你再遇到那些不顺心的事，比如出门崴了脚，被人骗了点小钱，或者莫名其妙被人指桑骂槐了几句，你心里头要立刻升起一个念头，要坚定地告诉自己，好极了，这一关我又过了，我的债又少了一笔，我的频率又高了一层。你别把这当成是阿 Q 精神，不是的，这宇宙里头能量是守恒的，你用一个高维的感恩的心去看待一次小灾，就等于是主动把这笔因果债务给消账了。你越是抱怨，越是去跟老天爷讲道理，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那个坏人过得那么好，你就是在因果的账本上签下了一个拒绝结算的按钮。你拒绝了清理，也就等于拒绝了那背后跟着来的补偿。我再教你们一个更具体的法子，叫归元谢天法。你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别急着下床，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做3次深呼吸，然后清清楚楚地对自己说，我接受所有的清理，我认领所有的补偿。这句话威力大得很呐，它让你直接跳过了那个委屈讨价还价的阶段，一步就跨进了因果结算的程序里。你把那些不顺都看作是老天爷在给你清理垃圾，垃圾清走了，空出来的位子，我凭什么不要补偿？我当然要领受回来。这就是在拿回你自己的力量。我知道很多老朋友们心里还是苦，来，你现在就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做一个深深的呼吸，用尽全力，把体内所有的不平，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一股浊气，重重地呼出去。好，再吸一口气，这次想象那片被你清理出来的空地被一道温暖的金色的光给填得满满当当的，没有一丝缝隙。那道光就在你的身体里安稳地亮着。当你用这种心境再去面对那些烂人烂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都变了。不是他们变了，是你的磁场从浑浊转向了清亮，你的那道光已经强大到足够修正你周围的环境了。那么当你的心静了，磁场也静了，咱们就得谈谈这最后一程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才能称得上圆满二字。很多老朋友们穷其一生都在追问，我修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到底求个什么？是不是求个大富大贵，儿孙满堂？我告诉你，对于咱们这把年纪的人来说，最顶级的福报根本不是这些东西。你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哪怕他住着金山银山，可躺在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连喝口水都得求人。你说这有什么尊严，有什么福气可言？所以真正的福报，第一样是无疾而终的底气，是你能预知时至，把身子骨收拾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走，不给儿孙添麻烦。
自己也免受那些零碎罪。第二样是不求于人的尊严，你老了，但你的骨头还硬，你的精神还独立，你不用为了仨瓜俩枣去看谁的脸色，去讨好谁，这份自在千金不换。这第三样是神清气爽的清静，哪怕你是一个人过日子，心里头也是安稳的、欢喜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牵挂和烦恼。这三样东西才是你那道护体的光，最终要带给你的无价之宝。讲到这儿，我想起一位古人，咱们北宋的名臣范仲淹。这个人啊，命苦得不得了。2岁的时候，父亲就没了，母亲带着他无依无靠，只好改嫁。他从小在庙里头读书，穷的只能把一锅粥冻成块，划成4份，早晚各吃2块充饥。这就是划粥断子的故事。你说这够不够苦？可他后来当了宰相，位极人臣，他享受了吗？没有，他反倒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买了上千亩的义田，去养活周济整个宗族里头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他还办了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免费读书。他自己死的时候，连一副像样的棺椁都置办不起。他这辈子自己吃了天大的苦，却把福报像撒种子一样全撒给了后世子孙和天下苍生。结果呢，范家的子孙一代一代贤人辈出，家道兴旺了整整800年。老朋友们，你们看明白了没有？范仲淹他求的不是自己这一世的荣华富贵，他用苦难把自己的心量撑到了能装下天下的程度。所以老天爷回报他的不是给他个人金山银山，而是一条绵延不绝、福泽深厚的家运，这才是真正的大仗。所以呀，你在病痛中，在孤独中，若是能守住这份心，不生嗔恨，这就是在给你自己做一场超前的人生结算。你这辈子吃的苦，其实是一场提前进行的灵魂的海关检查。你把该还的债都还得差不多了，你的行李变轻了，你心里头也变坦然了。你走的时候，或者你接下来要走的路，自然就会云淡风轻，无牵无挂。这道光不仅能护佑你此生的最后一段旅程，更是你走向下一程，去往更好去处的最强大的通行证。好了，讲了这么一大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我这个老太太最后再跟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一定要记住。头一件让你明白了，你过去受的那些大苦不是白受的，它在你身上化成了3个实实在在的印记。第一个是生理屏蔽力，你觉得你心肠变冷了，不爱凑热闹了，那是你的磁场在自动清理垃圾。第二个是灾难预感信号，那些莫名其妙的心慌，让你改变计划的梦境，是那道光在物理层面直接帮你拦灾。第3个是天命的静默期，你现在的孤独和失去不是倒霉，是老天在给你腾地方，是真空生妙有。那咱们平时该怎么做才能护住这道光呢？记住我教你的几招。最要紧的是别内耗，别拿你的光去为你管不了的儿孙式焦虑。
学会闭循环，把能量收回来。遇到倒霉事了，心里头要喊一声好极了，这一关又过了。这是在收割苦难。每天早晨对着镜子对自己说，我接受所有的清理，我认领所有的补偿，这是在主动结算因果。最后做那个归元的呼吸，把浊气吐出去，让那道光填满你。老朋友们，我知道你们能听到这里，心里那块大石头已经松动了不少。如果你觉得叶老师今天讲的这些让你重新认识了自己，让你对过去受过的苦有了一种释怀，那么请你一定要做2件事。这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份智慧和心安分享给你最在乎的人。你的一次转发不是在凑热闹，那可能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你一句提醒，或许就让对方少造了一场业，少拜了一次家运。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你在积福，是无量的功德。这第2件事，请你在评论区留下那句最有力量的话，万福随行。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念头是有能量的，文字也是有力量的。当千万人的善念在这里汇聚在一起，这个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你写下的这句善言最终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我们这是在用我们自己的光去点燃别人的光，照亮自己，也照亮那些和你一样正在觉醒、正在修行的同修们。请你一定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在这个宇宙里头，没有一份苦是白吃的，没有一份善是会被遗忘的。你只需要保持你的善良，保持你的清净，保持那份对老天爷最深沉的信任，剩下的交给因果，交给时间。祝福各位老朋友们60吉祥，磁场清净，天命长随。我们下期再见。